朋友们，你觉得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是你不能接受的吗？比如说，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？我为什么就偏偏遇见这样的领导？我怎么就遇到这样的伴侣？当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是逃避它呢，还是接纳它？我们说，不管什么样的镜像出现，我们都要做到接纳。比如说，你的爱人是一个不爱做家务、不爱做家庭贡献的人，于是你首先尝试自我实修，不尝试在对方身上去改变他。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接纳他。那要接纳的话，该怎么接纳呢？如果你说没办法，谁让他是我的爱人呢？然后每天的家长里短呢，就都揽在自己身上。但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心里是有很多怨言的。你就想，他又没有给家里做什么贡献，我还要给他做这么多事情，我凭什么呢？是不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？这个情况是不是身也受了，心也受了？身受是什么？你依然还是要做这些家务，还是要做这么多事情。心受是什么？你心里面有各种怨言，你每次在做事情的时候心里很痛苦，很不爽，那就心也受了，心也在消耗，心也在遭罪，这叫身受心也受。那身受心不受是什么？就是我同样每天要做这么多事，还是要接纳爱人给我带来的一些消耗，处理一些麻烦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的心是不起波澜的，是如如不动的，这叫做身受心不受。那问题来了，我们要怎么做到呢？明明这件事情就是消耗了我还要告诉自己不要起波澜，要如如不动。如何做到如如不动？这个事情我是必须干的。在干的过程当中，我怎么让自己的心性保持一种平和？那就是学会空性智慧。六祖慧能大师呢，有一首偈子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什么意思呢？心经里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什么是色？菩提树就是色，代表有形有相的物质。什么是空？所有有形有相的物质，比如菩提树，都是在梦里。既然是在梦里，说明只是一种幻觉，本来就是不存在的，这就是空。梦里的物质有形有相，梦里的一切都是一个空相和假象，既存在又不存在。本来无一物，不是否认物质，而是承认物质的现象，否认物质的实体。这就是空性的智慧。它告诉我们物质的本性是空，就如同梦里的一切物质现象本身都是脑电波发出的所显的。听到这，有人可能就会问了，那身体的疼痛，无论我怎么接纳它，都会疼的呀。就算我们知道这些感受都是假的、空的，但却还是会难受的快要爆炸。这该怎么办呢？没错，疼痛是存在的，因为这是你的觉受，但疼痛永远伤害不了你的觉性。这就是身受心不受。圣贤讲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以及五蕴皆空、幻象等等这些词呢，讲的是在心里面是空荡荡，讲的是在虚空里面是假的。他并没有讲身体的疼不存在，身体的难受是假的。我们修行修到最后，不是说不再会有难受了，而是该难受继续难受，但是我们的心不难受。我们讲的假的、皆空的、幻象的，它是于我们的心而言的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就是无论你有多么高深的修行，你头该疼还是会疼的。佛陀也会头疼，你今天感冒了，该发烧还是会发烧的。然后你吃得不舒服了，你该拉肚子还是会拉肚子的。但是我们修的是什么呢？是当我们头疼，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，
当我们身体有些疾患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接受，我们难过的是那个不能接受的抗拒心。所以修行解决的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个心。它不是说疼不存在，就是当我们的心知道它在我们心里面是空的时候，并不意味着它就不疼了，是你的心不疼了。疼就是疼，不疼就是不疼，但于你的心而言没有什么区别。举个例子，用你的右手用力掐一下你的左胳膊，疼不疼？疼，对吧？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疼的？是不是有一个通信员告诉你的？通信员告诉了你疼，那请问通信员疼不疼？这个通信员就是知道，就是觉到了疼，但觉疼不疼？这个能照的能它会疼吗？能听的能它会疼吗？能受的能它会疼吗？不会，所以当疼则疼，但不起烦恼。比如说你感冒了，你头疼了，你想让这个头疼缓解一下，那就该吃止痛药，吃止痛药。在世间一切的东西都如实如是的存在，但于我们的心间只是五蕴，所以在我们内心没有烦恼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的基础上，外在这个物质世界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该怎么治就怎么治，该怎么行就怎么行。但是区别就在于你心中不生任何的烦恼，这才叫真正的活出来了。明白了吗？所以我们说人活3万天，要处理的不是各种千奇百怪的事，而是我们不断产生的情绪和感受。在生活中碰到任何问题时，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你的感受，然后再来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？就是我们很多人装修房子，总是等着房子装修的什么问题都没有，然后再住进去，结果这个房子光装修就等了几年，而且事后还会有不满意的地方，想修改的地方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先解决了能住宿的条件，比如说墙刮了，地铺了，水电暖通了，厨房可以用了，床可以睡了，然后先住进去。在住的过程当中，哪缺一个桌子，我补上一个；哪缺一个凳子，我买上一个；哪缺一个柜子，我订上一个。这才是生活。所以大家所有觉得生活一团糟，身边一堆问题的人呢，我告诉大家，这是很难活出来的。大家记住一个心法，人生永远只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此刻的这个问题。你可能曾犯下诸多过错，做过不少蠢事，也经历过许多让你懊悔不已的事情。没有关系，生命的容错率是无限的，因为万法诸事皆是当处发生，当处寂灭。只要你不为难自己，没有人会揪着你不放。只要你不惩罚自己，这世界没有人会在意这些琐碎。所有的苦难与后悔都来自于你的执着，放过自己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就像很多修行人呢，动不动就说我又起了妄心了，我又犯错误了。其实在我看来怎么样都行，生起这个妄心了就生呗，做错了一个事情就做错了呗。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最后想和大家说的是，我们听多了圣人之言，诵多了贤者之语，以至于出口成章，滔滔不绝，但遇到了事情却额促心痛，患得患失。我们可以指点别人格物内观，也可以传授别人看破放下，然而却过不好自己的生活。我们貌似有飞天遁地的本事，却逃不过烦恼的哀伤。佛家有一句话说，说实似悟，对镜成迷。面对别人的苦难，我们可以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；面对自己的挫折，却无法自己当家做主。在生活中，比如电脑中毒了，我们需要杀一下毒，
让电脑重新恢复正常。水龙头漏水了，我们需要更换一下，让家里不再漏水。我们人也是如此，自己心态出了问题，就需要修正自己，这样就不会遇到事情时，自己变得手足无措。修行不是嘴上的本事，而是脚踏实地、成于中、行于外的功夫。它是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；它是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；它是宠辱不惊，去留无意；它也是当你面对成败得失时，那份如如不动、念念无声的胸怀。修行也不是吃斋、持咒、放生，而是待人接物上谦和友善、平等互惠。有的人在外面看见一个杀鸡宰鹅，会心疼得掉眼泪，可是一回到家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平和，看这里不顺眼，看那里不顺眼。平时积累的一点福德，这一刻全部丢得一干二净。我们要时刻记住，修行不在别处，就在你不舒服的地方。当你的手被划出伤口时，在孩子不听话时，在老板的责备时，在长辈的呵斥时，当你想发火、生气时，这时候就是修行的好机会。修得过，红尘即是天堂；修不过，俗世如同地狱。人活一世，生病也是不可避免的。识得疾病本是空，你会身受心不受，就像我们修行一样。识得烦恼本菩提，你会回到本来自在。受与不受两者必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当你有一天刀枪不入，你也就是真正的在修行了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